假如月薪到手只有10几万日元，却想要买一部30万日元的手机，要怎么办呢？我想正常人的回答多半是，那还是先存钱吧。但是最近我上班时用介绍的直播切片当背景音，发现也许我错了。那么要让人心理负担极小的进行超前大额消费，就离不开我们伟大的金融发明分期付款了。而日本的那些被信用账单套死的年轻人主要踩的坑，除了超过负担能力的房车等等大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过分依赖循环分期付款。在MyNabi的统计中，大概有25%的日本年轻人使用过循环分期付款，其中甚至大约有20%都不知道循环分期的工作原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项发明如何让人背上巨债。这里是花散里，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先点赞订阅哟。首先，循环分期简直是这些信用卡公司们的一个天才发明。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还款方式，无论你刷卡消费了多少，只要设定一个几乎固定的每月还款金额，信用卡公司就会帮你计算好利息和手续费，然后每个月就固定还这么多，这样就可以一直向后拖延清债的时间。比如你设定了每月付2万日元，但是刷了一笔20万日元的消费，之后你每个月还是只要还2万日元，只是清债的时间会变化，这样就会让人一开始觉得很容易负担一些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自己承担能力的消费。可问题是，当你的账单滚到了几十万上百万之后，每个月2万的额度就几乎变成了一个额外的固定支出了。账单滚到了几百万之后，2万的额度就会根本跟不上本金的增长，会开始收到要求提高额度的提示。因为日本这些循环分期的年利率通常都在15%到18%之间，而且这些还款协议基本上都是先还利息再还本金。那么回到上面的例子，如果刷了这笔20万日元之后，你一共累计花了40万日元，选择每月还2万，那么从每月的2万里先扣利息再还本金，以15%的利息为例，40万日元产生4933日元每个月的利息，再加上手续费，那么你每个月还的2万里其实只还了不到1万5的本金。如果花的更多的话，结果就会变成看似在还款，其实本金几乎没动。之后的继续消费又会持续给循环分期加码，逐渐就变成信用卡公司的奴隶了。之所以有这么多人一不小心就走到了这一步，是因为这种规则下自己设定的还款金额通常都不会很高，人们很容易放松警惕，继续刷卡继续花钱，从而让本金加利息的这个总额一路膨胀。循环分期的还款期往往被拉得很长，而且还款期越长，利息累积的越可怕。而到了收到需要提高额度的通知时，通常累积的债务已经超过了负担能力了，人们往往会有每个月只还固定额的错觉，而误以为自己还能负担得起现在的债务。你以为在慢慢还债，其实是银行在慢慢收息。互助社区里就有一个帖子说，他刚进入职场时月收入并不高，看到50万日元的循环分期的信用卡广告，就按这种方式买了10几万日元的高级手表上班用，月还设定成了5000日元，大概要2年还完。他一开始觉得还是很轻松的，工资就算是减去5000，也比学生时代的零花钱多。结果2年后，他发现欠款的余额显著上涨了。过了2年之后，还款期限的余额反而从2年变成了5年，每年的利息支出从几万变成了10几万。这时他感到自己被信用卡牵着走，花了太多的钱。好在为时未晚，他果断悬崖勒马，直接找消费者厅协调信用卡公司，让他一次性还完了剩下的几十万欠债。虽然大部分使用了循环分期功能的年轻人其实并没有显著的债务累积，但是在发生了债务累积的用户中，这种成功悬崖勒马的比例其实并不高。这是因为即使债务累积起来之后，这种形式依然会给人只要提升额度我就还能还得起的感觉。前面的小哥每个月只设定了5000，所以欠债几十万时发现了问题一次还清。那么如果设置了3万呢？那就是要顶到信用额度极限时才会提示要不要提升信用卡的额度了。一个月3万日元多吗？不算多也不算少，只要正经工作的人肯定都负担得起，对吧？然后就可能忘记实际的债务已经超过了100万日元了。关键是这会让人产生还有能力借更多的错觉。这张卡的100万额度花完了，每个月3万要还3年才能还清，好像问题不大，甚至可以再开一张卡，因为旧卡的额度用完了嘛，而且每个月3万5和3万也没有差很多，这就实际上进入了危险的以卡养卡模式。但是2张卡都是循环分期而感知不强，那结果自然就是循环第一张卡的过程，然后债务大到几百万日元去了之后，彻底压垮一个年轻人。如果开了多张卡都负债之后，还是不想办法解决这个循环的话，下一步就得信用卡变现了。这里指的不是用信用卡提现，那18%的利息任谁都知道不可能长久，
而且通常提现的额度也不高。这里说的信用卡变现是指买了东西之后再转卖的操作。美卢卡利上面的9折未拆封游戏机，新宿站东口的95折新干线票，不少的源头就是这样来的。当然这里面有些已经涉及违法了，一个自白帖子就自述了这种情况。主人公也是从多张信用卡循环分期付款开始，而后他的房租、水电等等日常生活的月费以及信用卡账单都变成了每个月的固定支出。他的每月工资变得相当捉襟见肘，欠债的本金也变得越来越大。之后他2张信用卡加起来的150万购物和30万提现额度都是日常在底线上运行。他也知道这种日常的拆东墙补西墙可能会遇到拆不动的时候，于是他又新办了一张信用卡，紧急的时候就用这张新卡的购物额度去买游戏主机和高达模型，然后再放到二手平台卖掉，以此来获得现金应急。对他而言，这种操作就像是在借高利贷，因为卖出去的时候得比正规渠道卖的便宜，还要扣平台的手续费，之后他也没有办法次月还款，而要加入到循环分期的支付中。除了年化18%的利息，还有价格不菲的分期手续费，差不多就是9出13归了。看似解决了眼前的问题，但是实质上还是在用一个债务额度去换另一个债务额度，继续把利息加到本金里面去。虽然严格的从法律法规的角度看，这种信用卡套现的操作在日本并不明确的违法，但是所有的发卡银行和信用卡运行公司都明确的禁止这种行为。JCB 在协议中明确禁止了信用卡套现，三菱银行也在信用卡协议中警告，如果发现了客户的信用卡套现行为，三菱银行会停卡，强制客户退汇，造成商业损害的还会面临巨额索赔。当然实际的情况是受限于信用卡额度，大部分的信用卡套现行为都没有太大的影响，被发卡银行发现之后，基本也就是被要求一次清偿剩余的额度而已。但是这也可能在信用记录上留下一个标记异常的记录，从而影响未来的贷款、房贷和车贷的审核。因为最近10年左右的统计显示，因循环分期付款而受困的年轻人正在迅速增长。消费者厅也提醒国民，在办理新的信用卡时，需要考虑的不只是额度的叠加或者解决应急需求，还要先考虑自己还有多少存款和现金流，以及负债的总额要限制在多少。你可能觉得这些都是个人消费观的问题，但是银行和信用卡公司不仅允许，甚至是鼓励这种看似吃亏的还款方式，因为这就是一种盈利模式，毕竟这是让负债产生复利的方法，利润可想而知。在这个机制里，银行和信用卡公司其实是坐在后面，看着你以为轻松还款，看着你的安心，而真正赚钱的是利息和手续费。几个传统大银行可能还体面一点，甚至 JCB 作为协会在办卡说明中直接提醒，循环分期付款如果使用太多或者还款期太长的话，会成本巨大。但是如果你在日本开过任何一个新兴银行的信用卡，我相信你一定会经常收到循环分期付款的广告。日本的某互联网巨头甚至开发了日本20%的5G 基站，各种基础民生产业都有能力涉足，但是他们最大的盈利来源部门一直都是金融部门，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也比互联网服务部门高了2-3倍，而你只要办过他们的信用卡，几乎每周都会收到鼓励你开通循环分期付款的广告，每个月都会收到鼓励多开一张卡的广告。其实直白的说，银行选择客户时都是同时考虑客户的选择能力和自己的利润机会，所以全世界银行都是对富人推销低息贷款，但是对穷人和中产推销高利模式。那些每月只还一点，所以负担小，方便做准确的生活预算的广告词，都是想让你去尝试一次。就像啤酒公司推出的0.1度酒精饮料，不是每一个喝过0.1度酒精饮料的人都会喝更多的酒，但是始终会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人。小额尝试过循环分期付款的人中，也总是有相当一部分会越来越多的依赖这种方式。那么如果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这种循环分期模式的陷阱，被额度和利息压得喘不过气之后该怎么办呢？看过介绍视频的都知道，首先要坦白，先直面问题，这样才能停止债务继续增加，然后最好当然是还清债务，重新开始正常生活。JCB 和三井住友银行对于深陷循环分期债务的人的建议也是一次还清，这样可以尽量避免过高的利息和手续费。如果不能一次还清的话，那就尽量缩短周期，然后固定住，把它当成一个像房贷一样的债务慢慢还清。这种债务最忌讳周期拉长，最极端的案例中，一位仅欠了50万日元的用户选择每月还1万，到最后还清时，除了本金和利息，还付了29万日元的手续费。
如果还款十分困难或者发卡银行推脱，也可以联系消费者厅帮忙协调。当然，消费者厅对于银行的合法行为也没有什么强制力，大体也就能做债务盘点和帮忙劝说银行转换债务类型了。无论如何，已经欠下的债是自己的责任。最后，我个人还是最推荐经典的投资、储蓄、生活、大额消费4分法来管理收入和支出，不仅简单易操作，而且对于生活水平的提升效果明显。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硬币啊！我们下期再见。